大家好，这里是最佳拍档，我是大飞。2023年2月27日，被誉为奥斯卡风向标的第53届演员工会颁奖礼在洛杉矶举行。最佳女主角奖由杨紫琼凭借《瞬息全宇宙》获得，这也是演员工会奖历史上诞生的首位亚裔影后。在颁奖礼上，杨紫琼激动地表示，这个奖不仅是给她的，也是给每一个长得像她一样的小女孩的。他们需要被看见，需要被听见。现场，他甚至激动到爆粗口 "fuck 与 shit" 齐飞。在这之前，他已经凭借此片荣获第80届金球奖音乐喜剧类最佳女主角，而获得剧情类最佳女主角的是凯特大魔王。两人还将在3月12号的奥斯卡颁奖礼上狭路相逢，竞逐最佳女主角奖。因为在2022年的极高影响力，杨紫琼还被《时代周刊》评选为年度偶像。登上封面，这也是亚裔女星的第一次。看得见的是站在金字塔尖的巅峰时刻，看不见的是底下积累的每一个小石块。从1983年出道到2023年，整整40年打女生涯，杨紫琼硬是凭实力打出了一个女人的多重宇宙。杨紫琼是马来西亚华裔，1962年出生在霹雳州首府怡保的一个富裕家庭，祖父是马来西亚交通之父，创建了巴士公司，父亲是有名的律师，被授予拿督爵位。杨紫琼小时候喜欢跳舞，4岁就开始学习芭蕾，15岁跟着父母去了英国，还考进了著名的伦敦皇家舞蹈学院，获得了戏剧舞蹈专业学士学位。因为苦练舞蹈的时候导致脊椎受伤，他不得不终止了舞蹈生涯。1983年，21岁的杨紫琼在妈妈的鼓励下，参加了马来西亚小姐选美，并获得了冠军，代表马来西亚出征世界小姐。选美夺冠后，杨紫琼开始有一些演出的机会。1984年，她受邀到香港和周润发合拍广告片，从此与香港影坛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同年的电影处女作《猫头鹰与小飞象》里，她饰演了一个柔柔弱弱的女教师，总是被学生欺负得两眼泪汪汪。这部戏的导演和男主角是洪金宝。杨紫琼在片场看到洪金宝拍打戏，觉得很有意思，武打动作就好像舞蹈一样。练武出身的她觉得自己也可以打，于是戏拍完之后，她就跟着洪家班练拳。练了几个月之后呢，在次年的电影《皇家师姐》里，杨紫琼就化身打女，拉开了她日后40载的打女生涯序幕。《皇家师姐》让杨紫琼被香港电影金像奖提名为最佳新人。之后他又接连拍摄了《皇家战士》《中华战士》《通天大盗》等等多部动作片。当年邀请他拍摄手表广告的老板潘迪生，此时也将洪金宝创办的德宝电影收入囊中，签下杨紫琼作为演员，并开展了热烈的追求。1988年，杨紫琼息影，与潘迪生成婚，被港媒称为嫁入豪门当少奶。潘家几代从事钟表、珠宝生意，事业版图不小，但是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并不喜欢少奶奶的生活，也不喜欢要依赖于丈夫生活。3年后，两人短暂的婚姻即以分手告终。离婚后的潘迪生火速再婚生子，而杨紫琼则火速复出影坛，继续做她的打女。复出的第一部戏是和成龙合作的《警察故事3：超级警察》。曾经有一位导演对他说，拍打戏不能因为是女孩子就花钱秀腿。这句话让杨紫琼记了一辈子，让她打起来比男演员更拼命。警察故事3里，一场从前车顶滚到后车顶的戏，她亲自上阵，摔到行驶车辆的挡风玻璃上，差点脑袋着地。后来拍摄阿金，她又要从桥上往底下行驶的大卡车车厢里跳，尽管有软垫保护，因为落地位置不巧，还是身受重伤，当场昏迷。如果你看过纪录片《龙虎舞狮》，你应该知道，香港电影界有一种职业叫龙虎舞狮，除了做武术指导，还有一个职能就是替主角做危险动作替身。冒险受伤是家常便饭，在没有绿幕的时代，真的就是直接从4、5层楼往下跳。有些打星呢，号称亲自上阵，实际上没少用替身，但杨紫琼却坚持亲自打、亲自跳，什么危险动作都是自己来。
好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。他回想起来，却只会笑笑说：“运气好。”凭借着不要命的付出，杨紫琼渐渐打响了名堂。1997年，在吴宇森的建议下，他前往好莱坞发展，拍摄了《007之明日帝国》，成为首位能打的亚裔邦女郎。但是其实好莱坞的江山呀，哪有那么好打？香港的影坛呢，就曾经有多位巨星勇闯好莱坞，可惜也并没有激起多少水花。更多的亚裔明星呢，只能在好莱坞打酱油，混个脸熟，其实都不容易。老外呢，也分不清亚洲人的脸，现在都常有走红毯被叫错名字的。杨紫琼不甘被塑造成亚洲女人的刻板印象，比如脆弱易碎的明朝花瓶，或者是红颜祸水的女子。她希望呈现当下的女人是什么样子：聪明能干、独立自主、强悍，但不是那种嚣张的泼妇。她想让大家知道，女人可以很强悍，同时又很性感。所以她塑造的邦女郎是一个金刚芭比，不是一个只会穿着比基尼的女人，而是一个可以穿着比基尼的女强人。在好莱坞闯荡的杨紫琼，曾不止一次表示自己身上有于秀莲的影子。于秀莲是《卧虎藏龙》的主角，与章子怡饰演的玉娇龙的飞扬跋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被杨紫琼看作是很传统、很有内涵的中国女性的代表。在杨紫琼的认知里，中国传统女性的特点就是永远都为其他人好，带着很多的抱负。她们身上常见的隐忍，并非软弱，只是负重前行。如果不是迫于文化压力，必须为这为那牺牲，她们可以开创自己的多重宇宙。多年打戏生涯留给杨紫琼一身伤痕，好几次她也会想，不要再拍动作片了。台上看起来是飒爽英姿，但是导演一喊咔，就疼得只能像个老头子一样躬身驼背走路，不是这里轻就是那里肿，断骨伤筋更是家常便饭。而且打星似乎总有一种宿命，就是拿不到奖。可能因为打戏会让评委忽视演员的演技，所以杨紫琼一直在磨练自己的演技，因为她觉得动作做得再漂亮，观众看了几分钟之后就会乏味，只有内心流露的情感才会带动观众继续看下去。其实杨紫琼的演技早有体现，在《星月童话》里，短短出场几次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将爱而不能宣之于口的隐忍与惆怅演到了人心里。《卧虎藏龙》中，他抱着李慕白痛哭的一场戏，也直接把导演李安给感动哭了。但出道几十年，杨紫琼几乎颗粒无收，只凭借着《宋家皇朝》提名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，《卧虎藏龙》提名了香港电影金像奖和台湾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，但也都只是提名，没有获奖。直到2022年，声光电效果全爆炸的影片《瞬息全宇宙》才为他带来了奖项方面的全面爆炸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这部影片已经让他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26个最佳女主角奖，好像把出道以来欠他的都给一次性给补上了。片中他饰演了一个在美国开洗衣店的普通华裔女性 Evelyn， 整天为了报税而烦恼。于是在想象的平行宇宙里，他幻化成了无数个自己，有的是光鲜的武打明星，有的是失明的歌唱家，有的是厨师，有的是香肠手，有的甚至是一块望山石。其实这个角色本来的名字想用杨紫琼本人的英文名 Michelle， 但他执意不要，他希望这个角色能有自己的声音，正是那些在唐人街或者超市经过，你连看都不会看一眼的母亲、阿姨、祖母的声音。虽然人们对他熟视无睹，觉得理所当然，但是他想让所有的女性故事都有机会被看到，而不只是他本人的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感兴趣的小伙伴们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